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你又回到我的狗窝哦。叮当狗5月份下血本，在有小马尔代夫之称的新加坡圣淘沙玩了几天，把3大海滩都玩了个遍。这期影片我会带着大家看看圣淘沙3大海滩的景点和游乐项目，岛上的美食以及交通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咱们赶紧去开箱这次住的酒店，2019年开业的敖宝圣淘沙酒店。看这酒店外观挺像样的吧，但我必须要吐槽这酒店大门，就是停车场里边这么一个小门和小厅，你看看有半点5星级酒店的自我修养吗？办入住还得坐电梯上楼，前台大堂也很小，当时我心里就直骂上当。没想到办好手续后，前台笑盈盈的拿出一筐欢迎小零食，吃货叮当狗瞬间被拿捏呀，气消了一半。话不多说，咱看看房间怎样。进门右手边一个小小的被单独隔开的厕所，带未洗力的好评。左手边紧邻着开放的衣架，边上是洗手、化妆、茶水台都在一起了。虽说新加坡自来水达到直饮标准，但酒店配了过滤水龙头，喝起来还是更安心。往前走一面全身镜，房间大小延续了前台大堂那个调性，大行李箱都摊不开。一张床，一个紧凑型小沙发，沙发后面是个超大的淋浴间。当时我还纳闷，洗澡空间干嘛要弄得那么大？后来去海滩回来，发现大淋浴间可以同时洗澡，不用穿着湿衣服排队等着，属实是真香定律了。入住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，酒店窗外风景看不太清。第二天醒来，虽然天下着雨，但发现窗外就是圣淘沙的海景，非常惊喜，对这酒店剩下的一半怨气也都消了。收拾下，准备上顶楼餐厅吃早饭。这时候雨已经停了，发现顶楼有个只准成年人入场的泳池，来游过一次，水比楼下大泳池干净非常多。泳池边上还配备了酒吧和座椅，楼顶上黎明前和日出后的风景也是绝子。旁边就是 Sentosa Express 捷运的总站，一不小心把5种颜色的列车都集齐了，还在这里拍到过一次粉色的闪电。说回早餐，用的是 Sol and Aura 餐厅的空间，窗边的座位可以俯瞰楼下的大泳池。当初就是这个露天大泳池的照片让我选上了这家 Outpost。早餐40新币一位，饮料、水果、面包、咖啡是自助的，另外可以从菜单上点一份餐。我们点了一份米鲜，是泰式酸甜辣风味的大虾汤米粉，分量比较少，口味中规中矩吧。另一份是 Sol and Aura Breakfast， 分量可以，鸡肉肠、培根、煎蛋、沙拉，味道的话大家应该都想象得到吧。总之这个早餐性价比不是很高，后来就没去过了。当然也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吃早午晚3餐平价美味的好去处，稍后再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吃饱饱可以元气满满探索圣淘沙了。大家一旦入了岛，岛上交通就是全免费的了。公共交通最常用到的有3种， Sentosa Express 捷运、海滩间穿梭的电车和公交车。捷运是这种在高架上开的小列车，是我在圣淘沙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，主要负责全岛南北方向上的运输，一共4站。最北边站的名字叫 Vivo City， 在圣淘沙岛外新加坡主岛上，很多旅客会选择来到 Vivo City 这里换乘 Sentosa Express 进岛，费用是4新币。如果你住在岛上的酒店，记得问他们要做捷运的2维码，扫码可以免费坐进岛。第2站是 Resorts World， 环球影城、水上乐园、海洋馆都在这一站。第3站 Imbiah Station， 杜莎夫人蜡像馆和天际滑车的起点在这个附近。最后一站 Beach Station， 距离海滩最近，也是换乘海滩穿梭电车和公交巴士的大站。海滩穿梭电车是这种开放式的车厢，会沿着圣淘沙3大海滩来回循环开，速度不快，单程20分钟的样子，有固定的这种带蓝牌子的停靠站。第3种公共交通就是岛上的公交巴士，路线遍布全岛。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不在大交通站上，按照谷歌地图推荐的路线坐公交车就好。有了交通的概念再聊就顺畅很多了。咱们的3大海滩行就从西边的 Siloso Beach 一路往东到 Palawan Beach， 最后去汤用 Beach 吧。这天早上叮当狗来到 Beach Station 捷运站，坐岛上的公交 Bus A 去 Siloso Point 这一站，为的是看岛上最西北的景点 Fort Siloso 西勒索炮台。从公交站走到炮台大门，一路的石头上都画了可爱的画。西勒索在马来文里是岩石的意思，这个炮台是1878年由英国人建成的，用来保护新加坡港口狭窄的西部入口免受敌军和海盗的袭击。西勒索是新加坡保存最完好的19世纪炮台，被列为国家古迹。新加坡这温度，从公交站台10多分钟爬坡上来，已经给我整出满身大汗了。但想想这么个免费景点，抱着羊毛不薅白不薅，来都来了的精神，我咬牙坚持。有一说一，在这儿隔着一湾蓝水回看主岛的景色还不错。
整个炮台占地面积很大，分散着不同的展馆。眼前这个投降纪念馆是规模最大的展馆，主要用蜡像重现了1942年英军向日军投降，以及1945年日军向盟军投降的历史场景。其他还有很多小展馆，展馆之间需要步行移动，好在馆内冷气很足，不然叮当狗可能要倒在小马尔代夫游的第一站了。这片面海的指挥塔和炮位遗迹我真的印象深刻。走过来的时候，四周没有其他人，静悄悄的，正拍着速射炮的复制品呢。突然响起这个声音，超大声，吓得我差点没把手上的相机扔出去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咱说回来，炮台室外各处有很多不同种类大炮的复制品，尤其是这尊靠近 Siloso Skywalk 希勒索天空步道的大炮，还配了装弹发射的音频。军事迷看了有没有很心动？像叮当狗这样爬坡上来，走马观花一圈，来到天空步道入口这里，大概用时1个小时。不管你薅不薅希勒索炮台这把羊毛，这条免费的天空步道我都推荐大家来走一走。步道有11层楼那么高，走在上面俯瞰视野很好。左边是新加坡本岛，远处能看到入岛的观光缆车，往返票大约25新币。右边是希勒索海滩，一片绿植蓝海，非常养眼。整条步道走完大概10分钟的样子，尽头是一台观光电梯，下到地面，过马路，来到缆车的 Siloso 站台。我看到一家 Kona Inc， 那一瞬间感觉就像沙漠里看到了泉源，立马冲进去。8.2新币点了一个 Coconut Shake， 一大杯带椰肉椰子水一起打的冰沙，不会太甜，吹着电扇喝下去，总算把刚才在炮台热掉的半条命给捡回来了。接着往沙滩方向走几步，就能看到 Siloso 沙滩的网红打卡点。这个沙滩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特色，我也没有在这里玩水的计划，拍个 Siloso 标志打个卡就准备撤了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海滩穿梭电车开到边上的 Siloso Point 车站，坐上车咱去玩 Skyline Luge 天际滑车。海滩穿梭电车虽然没有冷气，但开放的车厢开起来有海风吹，还能一路欣赏海滩风景。没啥特别活动，坐着电车兜兜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坐3站下车，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天际滑车山脚这边的终点处。滑车一共4条滑道，都在600多米的样子。绿色的滑道688米最长，玩2次、3次、4次的门票都有。咱们主打一个，来都来了，直接买了最人气的4次票。12点前玩有错峰优惠是29新币，下午高峰时期36新币一张票。验过门票，戴上合适尺寸的头盔，就可以开始排队搭上坡的缆车了。玩天际滑车最好的时间想来应该是落日时分，太阳没那么大，还能看日落。但你这么想，大家也都这么想。据说光排队上一次缆车都得1个多钟头。我午饭前11点左右来的，基本5分钟就能坐上缆车。这缆车360度开放全景座位啊，座位下面还勾着需要带回山顶的空车。行驶的过程中一抖一抖的，主打一个刺激，一路没有顶棚，得坐在太阳下暴晒5分钟。大家来玩记得带个遮阳伞，不然新加坡的太阳叫你知道什么叫头顶冒烟呢。坐上车第一次滑有个简易的教学，小哥哥还是用中文教的。检查完驾驶没有问题，就会给你手上打个合格章，跟检查猪肉是一个套路。万事俱备，开滑！这缆车条件虽然简陋了一些吧，实话实说，滑车是真快乐。滑了4圈，收获满满快乐以及阳光赐予我的威地。继续上海滩穿梭电车，下一站是位于3个海滩 C 位的 Palawan Beach 巴拉望海滩，这也是叮当狗最喜欢的一个海滩。后来等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本地大爷，听说我们要去丹绒海滩，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说去丹绒海滩干什么？那里什么都没有，要玩就在巴拉望这里玩，这里水最干净，还有亚洲大陆最南端可以看。你大爷就是你大爷，说的没错。叮当狗体验下来，巴拉望海滩的水确实是最干净的。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是海滩边上这些公共的秋千躺椅，躺在上面悠悠荡荡，吹海风看海景，那叫一个惬意。看这里蓝天白云，蓝天白云，椰林樹影，水清沙这不就是麦兜嘴里的马尔代夫了吗？歇会儿脚，我们过吊桥去免费景点亚洲大陆最南端看看。这座白神吊桥是个出片点，另一个更网红的出片点就是这棵歪脖椰子树。
边上是竖了牌子说为了您的安全请勿攀爬的，奈何一生要出片的美女们排着队前赴后继，咱就坐在边上看看美女，看看飞机，听听海浪，享受。最南端岛上有2个3层眺望楼，走上楼两边能看到不同海景的变化，往外望是新加坡海峡的开阔，往里看是白沙绿水，热带植物环抱，楼上海风非常溜，能把暑气都带走。这2座小楼也是我偏爱巴拉望海滩的重要原因。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，亚洲大陆最南端这个小岛每天早上9点开到晚上7点，要玩的话别来得太晚哦。咱们还有最后一个最东边的丹绒海滩，走起！坐的这班电车遇到一个显眼包司机，超级逗，每一站一启动都要这样互动，抬个升降杆全身都是戏。到了电车末站丹绒海滩，这里游客数量明显少很多。丹绒海滩是向公众开放的，游客可以自由玩水。不过这里最出名的是这个丹绒海滩俱乐部，因为周董 po 过来这个俱乐部玩的照片，引来无数粉丝跟风打卡。没错，我就是其中一个粉丝，嘿嘿。来丹绒海滩俱乐部可以预约这种沙滩床，一张 day bed 最多10个人共用。预约分上下午时段，有最低消费，平日和周末价格不同。我约的是平日下午，100新币的低消。这家俱乐部的饮料食物价格偏高，味道的话基本在线，但没有什么惊喜。优点是找边上走来走去的服务员，可以随时点到吃喝送到 day bed 上面，服务很好。我试了11新币的椰青，是新鲜的；11新币的椰子斑斓奶昔，里面是斑斓叶糖浆，偏甜一点，斑斓的清香也不明显。吃的点了脆炸鱿鱼和虾，28新币，以及炸鱼薯条，32新币。炸鲷鱼的个头还挺大的。要说圣淘沙自然环境还是好，之前在酒店楼顶上远远见过2只孔雀，已经很稀奇了。这天还遇到一只不怕人的贪吃孔雀，到处骚扰游客找食物。看他跑到前面情侣的 day bed 那里，叮当狗前排吃瓜。孔雀试图从正面强攻，发起多番攻势无功而返。正面硬刚不行，那就从侧面偷袭。看他得手了。至于丹绒海滩的海水嘛，下午刚到的时候看着还可以，到快落日的时候，海水和沙滩交界处垃圾越来越多。玩水的话还是听本地大爷的，去巴拉望沙滩吧。做攻略的时候看到网上丹绒海滩粉橘色的落日照很绝，可惜叮当狗去的这天运气差了点意思。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丹绒俱乐部的省钱小 tip， 下载 My Sentosa 这个 app， 在 Island Voucher 这个板块里面，你可以找到免费的食物饮料9折券，一般人我不告诉的哟。都走到圣淘沙这么东边了，咱就把再东边一点的网红绝美落日餐厅也探了吧。这家 Panamericana 谷歌近4000条评论，4.8颗星，应该是有点东西的哦。当然他家的价格也是相当可以，叮当狗选在生日这天咬牙去奢侈一把。餐厅的位置有点偏，从酒店过去得坐10几分钟的公交，好在岛上植被茂盛，一路赏心悦目。餐厅在这个圣淘沙高尔夫俱乐部的侧边，下车走到俱乐部正门，再沿着右侧铺了木头的走廊走就到了。餐厅有室内和室外用餐区，为了海景日落，我一早就订好了室外的座位。室外空间挺大的，有大约10桌的样子，都已经预订出去了。有些用餐位的角度其实不太适合看海景，还好我订得早，坐在了 C 位，纵享海景。可惜天有点阴，没能看到盛大的日落。不过我倒是很喜欢这片淡橘色的天空，透露出一种温和内敛的美。Panamericana 不光景美，拉美风味的菜品也可圈可点。饮料我们点了2杯 mocktail， 一杯 apple mojito， 一杯 Virgin Mary， 都是15新币，没酒精就过个干瘾。你别说，都是酸酸甜甜的，挺好喝的。菜品一个日本贝长炭烤北海道扇贝，38新币。好家伙，上来只有6片对半切的扇贝，但新鲜是真的挺新鲜。外层是炭烤的烟熏味，内部的生扇贝肉甜糯，扇贝泡在奶油里，奶香浓郁，上面的红色橙子酱微酸，用脆片送服更香。下一道和牛 taco 网上很多人推荐，2个34新币。油脂丰富的和牛三角肉烤到半熟，包在柔软的 taco 皮里面，墨西哥奶油和 salsa 酱酸辣解腻，只恨太小了，不过瘾啊。接着连上了3道，西班牙烤乳猪半粒40新币，乳猪皮够脆，底下是绿色的梨子墨西哥辣椒酱加油醋汁，搭配起来酸甜辣。下一个 California 蔬菜沙拉25新币，服务员一端上桌我就有点懵了，这半克罗马生菜没切，原封不动的躺在盘子里耶。仔细看上面撒了超迷你的葱段、香菜、茴香、南瓜子、黑芝麻，
像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。看你长得这么好，原谅你了，咱自己切开，丰衣足食。最后这盘是哥伦比亚烤鸡，半只32新币，鸡肉非常嫩，蘸上酸辣的墨西哥风味辣酱，把热情的拉美风贯穿到底。我们在这边大快朵颐，蚊子也跟着美餐一顿，给我队友舀出好几个比1元硬币还大的包。大家来吃饭做室外的话，千万记得喷防蚊液。好在服务员很 nice， 帮我们把座位搬到室内，还拿了冰块给消肿，这服务必须5星好评。餐厅室内环境也可以，室外人不多的话，透过窗户照样看海景。坐进来之后，上了我们点的甜点 Mocha 15新币，蛋白糖片下面是一球浓缩咖啡冰激凌，底下垫着巧克力甘纳许，最下面铺着巧克力脆饼，层次很丰富，就是略微有点甜，配上咖啡正好。定位的时候我写了来庆祝生日，店里送了一份酥香的现炸吉拿棒，还插上了小蜡烛，有点可爱呢。吃下来唯一要吐槽的是最后上的这杯8新币的拿铁咖啡，滚烫的咖啡装在没有把手的玻璃杯里，这颜值是拉满了，但我端咖啡的手难道是烫熟拉倒，别要了？这时我灵机一动，用吉拿棒蘸着咖啡就不烫手嘞，口味意外很搭。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油条蘸豆浆吗？剪片的时候我发现餐厅换菜单了，大家去可能点不到跟我一样的菜品，不过他家出品很不错，随意点相信都不会太差。吃完从餐厅走出来，还看到了漫天粉红的晚霞，怎一个浪漫了得。吃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发现圣淘沙岛上餐饮消费非常高？但是不要担心没有高性价比的美食。叮当狗这就来填开头挖的那个坑。我不是发现了一个吃早午晚3餐平价美味的好去处吗？位置在名胜世界捷运站这里，就是环球影城标志地球后面的这个马来西亚美食街。关于环球影城，叮当狗已经出了一个如何5小时玩转的影片，有兴趣的宝子欢迎去围观哈。马来西亚美食街进门右手边是自助点菜屏，电子支付也可以扫码点餐，这里都是自助服务，点好餐到对摊档自取，吃完再自己把餐具收走。里面集合着各种马来西亚小贩美食，住在岛上这几天我来吃了4、5次，基本没有大踩雷的。这里没有冷气，但头顶上的大电扇吹着也不是很热。早餐的话8点半到11点，开的摊位比较少。这个摊位上我吃过7新币的咖椰奶油吐司套餐，烤吐司夹着黄油咖椰酱，甜香甜香，蘸半生熟的酱油鸡蛋，好吃。还有3到4新币一个的酥皮叉烧包和酥皮香肠包。薏米水和冰咖啡的话是4新币。我最喜欢他家这个4新币的斑斓戚风蛋糕，蓬松而且斑斓味很香浓。午餐晚餐的选择就多了，乐沙、干棒腌姜饭、炸鸡腿超多汁，马六甲鸡饭，鸡肉好吃，饭也美味。海峡沙爹现烤的沙爹串，比新加坡肉骨茶药膳味更浓一点的巴生肉骨茶。不过网上很多人推荐的这个半山巴瓦罐鸡饭过咸了，反倒是最一般的。甜点吃过这个黑糖珍多冰也不错，这里一餐大概10到15新币就能拿下，主要选择多还实惠。对小贩美食不抱太高期待，反而有惊喜。这条美食街让我对马来西亚的美食充满了兴趣，以后一定要安排去马来西亚狠狠吃它一波。最后的最后，夜幕降临，我们可以回到 Beach Station 捷运站，出站边上就是2024年新建成的圣淘沙星之音，350米长的步道，可以免费体验各种光影艺术展。坐在最下面的阶梯，还可以白嫖时光之翼水幕灯光秀的烟花。好啦，这就是爽玩圣淘沙3大海滩的全部内容了。下个影片叮当狗会回到新加坡主岛，3天2夜带大家 City Walk 一饱眼福口福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！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